在电影《寻龙诀》中，其实主角团4人并没有逃出来，真正的他们已经在地宫之下长眠了。我看了5遍电影，找出了最能佐证的3个点。等看完视频后，相信你一定会恍然大悟。第一，在墓地自毁装置启动之后，大量的湖水涌入，主角4人靠着棺材浮到了墓室顶端。我们被卡在石壁顶上的凹洞里了，用不了多久，水就会淹没这儿。这时的胡八一想用铁镐将墓顶砸穿，而我们知道墓穴的上方就是湖，所以要支撑住如此庞大水量的墓顶，也必然非常之厚，不然根本无法承受住湖水的重量。那么光靠人力开凿肯定是行不通的，可胡八一却直接将其砸开了。要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。第二，在胡八一砸通墓顶之后，水流瞬间灌入，将它冲得四处乱窜，在水中还被棺材撞击了好几次。可当主角团到达湖面之后，胡八一又完好无损的从水里冒了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会长的戒指向山里昂求婚。要知道胡八一之前并没有拿戒指，而戒指是有重量的，也就是说它会随着水流沉入墓底。可胡八一不仅能从湍急的水流中逃生，甚至还顺手拿到了会长的戒指，这真的合理吗？第三，在电影中有2处用棺材躲避水流的镜头。第一处在古墓崩塌之际，主角4人躲在棺材里躲避水流，想要靠着棺木的浮力将他们带出古墓。可在如此猛烈的水流冲击之下，棺材怎么可能保持完好？甚至连棺盖都紧紧贴合，而且完全不渗水。要知道这是完全不合常理的。第二处则是胡八一被冲到了墓穴顶端之后，他用绳子将山里昂所带到棺材绑了起来，这时的棺木才算真正的紧闭，才真的可以作为逃生工具来使用。而导演刻意安排这2处大相径庭的地方，它的含义又是什么呢？以上的种种与现实冲突的画面都表明，导演是想要告诉观众们一个事实，这并不是真实的世界，他们还身处于幻境之中，彼岸花的功效还没有结束。从之前大金牙的表现就能看出，即使摧毁了彼岸花，但幻境依然存在。这也正对应了大金牙最后说的那句：咱们是活着还是死了呀？这是在阴曹地府还是在极乐世界呀？而在镜头拉远之后，可以看到他们是身处于一个骷髅头的左眼之中，这也再次说明了这并不是真实的世界。我想可能是因为人的求生欲是无比强大的，而在这种欲望的影响之下，也使得他们催生出了另一种精神幻境，一个所有人都成功逃脱的美好幻境。这也正是他们想象中的完美结局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电影《寻龙诀》里，知青丁思甜为什么会对彼岸花如此了解？就连祖上3辈都是盗墓专家的胡八一都不知道彼岸花的真正用处，而丁思甜的父母又是植物学家。丁思甜是我们的战友，父母都是知名的植物学家。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之下，所以他肯定对植物有着充分的了解。可为什么在第一次见到彼岸花的时候，不说它的学名石蒜，反而叫它彼岸花呢？彼岸花？什么？这就是彼岸花，传说只开在阴阳交界。我们不妨大胆猜测一下，其实丁思甜就是神女墓主人的转世。在影片中有很多地方都表现出了她的异常，比如知青们来到石像堆时，一边在路的藏族人突然跪下祈祷，而这时所有人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可丁思甜却能听懂。老人家说，我们已经来到生死的边界，这石像是守卫冥界的士兵。随后，知青们误入日本军事基地，他又在不经意间引导胡八一和王凯旋看到彼岸花，而且从笔记上看，他早就做足了对彼岸花的功课。后来更是利用王胖子对自己的爱慕，引导他走进陷阱之中。你这事全我身上，真的？就是他开在阴曹地府，我也一定给你踩回来。那一言为定。这也正是为什么金盆洗手后的摸金3人组再次不远万里来到古墓的原因。可他引导胡八一等人摧毁彼岸花的意图又是什么呢？在电影《寻龙诀》中，开启神女墓机关需要3块彼岸花钥匙，第1块是从祭司的尸体上取下，第2块是在将军的尸体上，可第3块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其实是法会会长应彩虹从日本富商那里得到的。我们可以在影片中找到答案。在施里昂的调查报告中，会长应彩虹是被日本富商带到东京收养的，后来被一个日本富商带到了东京收养。在富商死后，他得到了遗产，并成立了修灵会。而在20年前的那个日军基地里，有很多的日军尸体，所以他们也和胡八一等人一样，遭遇了幻境缠身。这些鬼子死得很奇怪，应该是挖到这些石像，想要运走，却突然发生了什么。但一定也有日军逃出来了，而逃出来的那个日本人就是后来收养应彩虹的富商。在他逃出之后，靠着从神女墓中带出的古董赚了一大笔钱，在东京做起了买卖，后来成为了日本富商。而应彩虹也是从他那里得知彼岸花的传说，在他的遗物中得到了钥匙，所以在应彩虹确认绝症后，才会迫不及待地寻找传说中可以沟通生死的彼岸花，妄想治疗自己的绝症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所谓的彼岸花不过是一块散发光芒的陨石，只能让人产生幻觉，并不能治愈疾病。这也使得他放弃了生的希望，追随部下一同去往了天国。